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4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川普总统说上菜，中美贸易协议又上桌了啊！这是一个最新的新闻。美国和中国的贸易代表8月15号将进行一次会面啊，评估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执行情况啊。那么中国方面是副总理刘鹤，美国方面还是哼哈二将啊，这莱特希泽跟这个努姆钦啊，一个是美国贸易代表，一个是财政部长啊。新闻里面没有说地点在哪里，我估计在华盛顿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有启示性的新闻啊，和我们昨天和今天两档节目都有关联啊。这个关联是什么呢？这个关联就是从今年以来啊，中美之间的，我们一直讲中美之间的关系进入了激烈的对抗。但是我们把这个激烈的对抗一梳理，发现什么呢？发现中美之间虽说激烈对抗，实际上没有发生什么战事啊，没有什么直接的冲突，只有一次冲突，就是美国把中国的休斯顿总领馆给关了，然后中国把这个成都总领馆给关了。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实质性的这个交锋过啊。虽然一直以来有很多的传闻啊，要这样要那样，但是其实没有发生，我们就非常的不理解。就是说为什么会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呢？说讲川普总统也好，川普总统的幕僚也好，川普总统的核心的这个内阁成员也好啊，都一直出来讲我们要这样，我们要那样，但是其实没有。那么今天的这个新闻就给我们一个完美的答案啊，这个完美的答案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新闻当中。我们今天就讲讲这个新闻。那么上个月底啊，这个7月底的时候，美国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的时候啊，当时川普总统讲了一句话啊，他说我现在没那么在乎中美贸易协议了啊，所以这句话大家理解为，当时我自己理解为，就是说川普总统已经把中美贸易协议放下了，那么要跟中国打一场外交战啊，打一场外交战。然后呢，但是这场外交战戛然而止，就是随着中国把美国的驻成都的总领馆关闭之后，这件事情就没有下文了啊，没有下文。那然后最近又有消息放出来说，川普总统准备废掉中美贸易协议啊，那么结果就跑出来，中美之间要开始进行磋商。那么中美贸易代表又要开始见面啊，就说明这里面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啊，中美之间就疫情啊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4月底啊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那么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努姆钦和这个中国的副总理刘鹤啊，在5月8号进行互通电话，然后在通完电话之后呢，美方说双方在通话中谈及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执行情况，然后这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美国财政部发表联合声明，说双方一致同意在推动协议取得成功所必须的框架基础上，已经取得了良好进展。美中也一致认为，尽管目前这个疫情严重，两国完全期待及及时履行协议中所规定的义务啊，意思就是我们还是希望这个贸易协议继续执行下去啊。所以呢，才会我们现在又看到了啊，中美贸易协议这道菜又上桌了啊，又上桌了。那么这个新闻呢，其实解释了很多我们之前
我在上个节目和上上个节目提到的一个疑问啊，说中美之间虽然现在讲非常激烈对抗，可是为什么讲来讲去只有雷声没有雨点呢？啊，现在终于明白了，哦，原来是中美贸易协议啊，就是说我们经常讲一件事，讲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当你看到一个不合理的现象的时候，那肯定是有一个合理的因素我们没有看到啊。那我们之前讲啊，中美之间激烈对抗，那么美国这边啊，特别是白宫啊，雷声大雨点小，喊得震天响，但是就是没有行动，没有具体的行动啊。那么说明什么啊？从这个新闻说明几点啊？说明几点。第一点，中美贸易协议啊，在川普总统心中值千金啊，他须臾未曾放下啊，这第一条啊，这是结论啊。虽然我们在过去半年左右的时间当中，我们不断的在分析这个川普总统在怎么看待这个中美贸易协议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判断不理解他的一些行为和判断的时候，又从中美贸易协议当中找到答案啊。那么今天我们又通过我们在又不理解他的一系列的政策和协议的情况下，我们又在中美贸易协议找到了答案。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中美贸易协议啊，在川普总统心中的分量，我们完美的解释了川普总统目前他的对华政策为什么叫雷声大雨点小，就是因为中美贸易协议在川普那里是最重要的，其他都不重要，其他是排在后面的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从今年年初到现在啊，川普总统或者我们说白宫啊，白宫既没有打贸易战，因为1月份已经签了这个贸易协议了啊，既没有打贸易战，也没有高强度的对抗，白宫展开的只是一场什么？只是一场信息战啊，信息战或者是叫新闻战啊，通过放风、放消息吓唬对方，然后呢做一些我讲敷衍了事的举措啊，就让媒体有东西写而已啊，他没有做过任何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极限施压，达到什么目的？达到卖货的目的，就是我们经常讲那些国内那些直播节目其实就是为了卖货啊，就是白宫过去半年做的事情，也就是为了卖货啊。所以从第四点，从根本上来说，过去半年时间，中国通过中美贸易协议成功的牵制了美国方面要全面对抗的意图，基本上化解了所有美方就是传出来的所有的有力度的措施全部被化解掉。比如说像什么限制中共党员去美国啊等等，所有厉害的，在香港的这个香港地位啊，香港的在香港打一场金融战啊等等，所有的有杀伤力、有影响力的所有的政策，全部都被化解掉，没有发生，全部都没有发生，一个都没有发生。你就像甚至在外交战上，中美双方也就打了个平手，你关掉我休斯敦的总领馆，我关掉你成都的总领馆。你看这个关休斯敦总领馆的时候，美国白宫那边那这个架势拉得很大，准备大干一场的样子，然后成都那边一关掉，后面就没有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啊，那个中美贸易协议成为什么？我之前讲过很多次啊，
中美贸易协议成为中国在对美战略当中一个非常关键的点。什么点？牵制美国。其实他不能够牵制美国，他只牵制了一个人，就是美国总统川普。他在中美两国这个国家当中，我讲过，中美两国实力悬殊啊，实力悬殊。我在前一个节目当中讲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啊，在过去半年当中，中美之间的对抗打了个平手，原因就是中美贸易协议。我们为什么讲打了个平手？原因是不管美国派几艘航空母舰去南海演习，其实都没有用，那只是虚张声势，对中国没有1毛钱的影响。反而中国在香港把他想做的所有的事情全部做完了，美国没有动他一根毫毛。这就是说，我说在中美之间，虽然美国的力量非常的大啊，实力悬殊，但是中国成功的用中美贸易协议牵制住了，其实就是牵制了川普总统本人，没有其实牵制不住美国，这几千亿算什么？那么是不是中美贸易协议给了川普非常多的好处呢？说川普总统，哎呀，你真的得了大便宜，我其他地方我就让了，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美国通过中美贸易协议得了非常多的好处呢？不是啊，不是。在中美贸易协议当中啊，我讲讲路透社今天的报道啊。路透社今天报道说啊，这个今年上半年，中国原定要从美国买253亿美元的能源产品，结果买了多少？5%。中国从美国买的能源产品，只完成了计划的5%。川普总统为了让这个中美贸易协议不被打扰的执行，在其他领域全部都让掉，啥都没干，只是象征性的这个限制中国高官啊，而且那是几个新疆高官啊，不让他们来美国啊，只是干了一些这样的措施，然后就是为了为中美贸易协议让路，不想干扰中美贸易协议，但是中国只完成了计划的5%而已。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另一方面，按照中美贸易协议啊，中国今年上半年啊，中国今年需要进口农产品，多少农产品？365亿农产品，截止5月份。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仍然落后于2017年的同期的水平。为什么？这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按照协议，就是中国2020年向这个美国中国要在美国购买的农产品，要在2017年的基础上增加200亿，是这个概念啊，是这个概念。那么现在到目前为止，到5月份，它还落后于2017年的水平，且不说就要追上原有的这个进度，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其实并没有去按照进度去执行中美贸易协议，也就是说没有买很多的美国产品。尽管这个川普总统一直对自己的这个做交易的能力非常的满意和骄傲啊，他一直说他是一个完美的 dealer，但是你可以看，川普总统跟中国做的交易并不成功。你想一下，中国利用中美贸易协议牵制了川普总统的手脚，啥都没干。所以说有些人说啊，我们美国经济不好啊，我们不能够这个成本代价很大等等。
其实很多政策根本不需要成本，你只是伤害对方而已。但川普总统都没有做，他只是说而已，说了很多，没有做，然后放了很多的风出来。一会儿说这个要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一会儿要取消香港的待遇，一会儿要这个，他做的所有的动作，包括在香港议题上面，他做了2件事。第一个，终止向香港出口这些敏感技术和产品，这早就已经发生了的事情，他只是正式宣布而已。然后没有了，只有这个，然后就说剩下的事情都是要具体措施出来，但是没有出来。所以呢，我们如果把这个中国在美国进口完成这个中美贸易协议的这个事情和白宫过去半年时间对美所有的政策，我们放到一起可以看，川普总统今年上半年的跟中国的交易肯定是赔本的这个赔本赔得很厉害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我敢肯定，下一阶段的贸易，就是在下一阶段的这个贸易的这个检讨过程当中，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成果。为什么？你想一下，你本来你是处于优势的情况你是处于什么呢？你是处于强势一方。中国呢，实力不如你，但是你成功的把自己变成了乙方，什么？你求对方买东西，大国竞争，你就这几百亿美元就把你搞定了。你知道这个，你这上半年为了疫情，美国花了多少钱吗？跟这点钱，这是散碎银两。这件事情，我觉得，从战略上来说，是严重的战略失误这是严重的战略失误。好吧，我们这个议题我就讲那么多，就是这个新闻完美的解释了我们过去两三个节目当中我一直提出来，说中美之间激烈对抗，西线无战事西线无战事。为什么会无战事我别的不说，我就说疫情这件事情，美国死了15万人，损失经济损失无计其数，就为了区几百亿500亿的几百亿的生意，就把这些事情放下了吗？这本账我不知道怎么算。这个川普总统自称是做生意人，这个生意人这个账实在是算的不到位所以我在这里，我今天严肃的批评川普总统这个政策过去半年的政策，我认为是失败的然后他应该尽快的调整他的对华政策，要把美国的核心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只为了那点钱根本不算啥，对美国来说真的是不算啥这是第一个今天的我还想讲一下 TikTok 的现在的情况有点混乱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现在的情况有一点不清晰白宫的贸易顾问纳瓦罗是比较强硬的，对华比较强硬的一个人他昨天、今天都分别出来讲话，他质疑微软收购这个 TikTok 的这个是不是恰当因为什么？因为微软在中国有投资，如果你在中国有投资，然后呢 TikTok 你来收购，你会不会变成一个白手套呢？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你会不会变成中国政府的一个白手套呢？为什么？因为你有生意在中国，你不是一样给他捏住？他捏住你来运营这个合理吗？好像不大合理。这是纳瓦罗提出来的。纳瓦罗当然他是在白宫里面是一个非常强硬的角色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川普总统的意思也不好说但是他不管怎么样，他的身份摆在这里他提出这个疑问，
其实是意味着这个 TikTok 这个交易是有问题啊，有状况啊，有状况，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然后呢，川普总统呢，昨天的话呢，就让大家有点百思不得其解，说那个川普总统其实不想让微软收购 TikTok 啊，然后因为他觉得不能让这个中国的叫字节跳动挣美国一大笔钱啊，微软出价是500亿，现在已经涨到快1000亿了。那么，所以川普总统上来就讲，他说，如果 TikTok 卖给微软，无论是 TikTok 也好，这个微软也好，你们都得给政府一大笔钱。这个话我一听，我就觉得好奇怪。那政府凭什么收他们的钱呢？怎么收呢？这个钱，交易税，这个我不知道他怎么去实现说。北京字节跳动把 TikTok 美国业务卖给了美国业务、加拿大业务、澳大利亚业务、新西兰业务，其实是北美业务，其实就是北美业务加上这个大洋洲业务。北美当然就只指这个美加业务跟大洋洲业务加在一起，打包卖给微软。那卖给微软这件事情，那美国政府怎么收钱呢？我没想通。但是作为一个美国总统，你这么在意他们交易成交的这个金额，那中间美国政府怎么收这个钱，我不理解啊，没理解到啊。然后现在呢，Axios 的就一个新闻网站啊。又出来讲说这个苹果公司对 TikTok 又有兴趣啊，然后这个谁呢？然后苹果公司出来说我没兴趣啊，然后又有 Fox News 又出来说谷歌跟脸书啊又表示出来对 TikTok 有兴趣啊，所以 TikTok 好像买家还挺多啊。那么这件事情呢？我是这么看啊，那在 TikTok 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川普总统又在犯低级错误啊，低级在哪里？低级在他只针对 TikTok 采取措施。为什么？第一个，如果他对 TikTok 采取措施啊，所有人都知道 TikTok 得罪过他。TikTok 得罪过，因为他第一场这个造势啊，在特尔萨造势的时候，那么 TikTok 有人发起这个运动，搞得他的这个19000人的这个场地，结果只来了6000人啊，所以搞得他的这个第一场造势打了一个哑炮啊，所以如果川普总统对 TikTok 采取行动的话，别人会觉得他公报私仇，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他允许微软收购 TikTok， 这是一件我觉得是不明智的。为什么？因为你允许他收购它，那么如果你允许他收购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成功而退，他成功的退出，拿一大笔钱走。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有个问题，就是说，你让他去收购它，你中间你又说我政府要拿一笔钱走，这个中间这个话说出来，大家观感很差，大家观感非常差。但是你针对 TikTok 采取行动，你说把它直接关掉，那 TikTok 的用户恨死你了，因为我在上面有这么多的视频。我有这么多的 follower， 你结果说关就把我关掉了，凭什么？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认为川普总统做的不恰当。为什么？川普总统要知道，你是一个政府，你是代表一个国家去行事，你是在执政，执政的应该是什么？你是制定政策，而不是对某一家公司采取行动。制定一个什么政策？制定一个针对中国手机 App 的这政策，你比如说，你说 TikTok
会对美国有风险，会这个泄露美国公民的个人信息，会造成对国家带来风险。但实际上，中国那么多手机 APP 是同样的情况，为什么你只针对它？这个就不对。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你制定一个政策，说来自中国的手机程序，如果你有这样的风险，我早去做一个调查，总共有30个软件，或者是40个软件，甚至1000个软件都好，你制定一个政策，这些有风险的软件我就不能够在美国使用。你制定一个政策，而不是针对 TikTok 这个行动。你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所有人都没话讲，你把这个清楚明明白白告诉大家，你全部 ban 它，禁止它，这样的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只针对 TikTok 的话，那别人会觉得，要么你就公报私仇，要么大家会找你算账，就是个这样的问题。这是个非常的，从政治的角度，这是个入门级的问题，这是个入门级的问题。其实一点都不复杂，当然你可以做得更完美一点。所以我觉得白宫这些精英们实在是被浪费了才华。为什么？因为这个错误的想法，你看看这个，我跟你讲 ，TikTok 这个交易，你再往下走，一地鸡毛，一定是一地鸡毛。为什么？你想，微软跟谁近乎？微软跟民主党近乎。如果真的微软把这个 TikTok 收购下来，后果是什么？川普总统你睡得着吗？我觉得你更睡不着了。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好，如果微软成功了收购了 TikTok， 然后你中间又觉得不高兴，你又要对微软搞这个事情，你不觉得你后面的事情越来越多吗？对吧？你又睡不着，然后你又让他来收购，然后最后你又要付出代价去达到对你没影响的效果。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 TikTok 后面就是一个大坑，川普总统一不小心就要掉下去啊！为什么？就是还是那句话，我们作为一个总统处理一件这样的事情，首先脑子里要有什么？首先脑子里要有公心。什么叫公心？就是你在制定一个政策，维护美国利益的政策，如果不是从这个出发的话，你想都不要想。所以没理由你只是找 TikTok 来算账。虽然在美国 TikTok 是最 popular， 所以你很容易看到它，但是其实并不如此。你想一下，如果是真的是以这个会泄露美国公民的信息为前提来考虑这件事情的话，那肯定不是 TikTok 一个软件，那有很多的软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政治议题。在这个政治议题当中，你只选 TikTok 出来做，后果就是我刚才讲的，后果就是那个大坑，一不小心会掉下去啊。好了，我们今天就把2个议题讲完。第一个议题就是中美贸易代表8月15号会进行一场磋商那个磋商检讨这个中美贸易协议的执行情况那么这条新闻完美的解释了过去半年时间川普政府雷声大雨点小的对华政策，为什么它的核心原因是什么？核心原因还是中美贸易协议中美贸易协议牵制了川普总统，这是第一个议题。第二个议题就是 TikTok TikTok 这件事情往下发展，目前形势非常的复杂复杂的原因是好像其他的公司又有意有对 TikTok 又有兴趣，然后呢白宫又觉得
白宫现在就是又觉得微软收购 TikTok 有点不妥，因为微软在中国有其他的业务投资，它有重大的利益在中国。那么如果它有重大的利益在中国的话，它收购了 TikTok， 那么和中国政府继续控制 TikTok 有什么区别？区别不大，所以这个问题变得非常的复杂起来了啊。那么今天的主题啊，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啊，请大家不要聊天。那么就3个情况、问题、观点啊。今天呢，我还是想跟这个川普总统的支持者说一句啊，你们我知道你们的态度啊，请大家明白2条。第一条，我今天讲的这个观点全部都是基于过去的事实啊，跟我是不是来自香港没有关系，这第一条。第二条，你们最好是听到现在关于川普总统的我刚才讲的这番话比较好，因为等这些消息越靠近大选，对川普总统越不利，好吧 ？OK， 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明谢一下啊，法商宠，谢谢 Renee Mac， 谢谢金盛细腻萨格尔王，非常抱歉，我一直念错你的名字啊，萨格尔王，谢谢。川普 trigger 了中美对抗，现在又在拖中美对抗的后腿，现实比小说精彩多了啊，谢谢。CHN， 谢谢王老师，能分析一下王毅说的潘多拉盒子是什么东西吗？潘多拉的盒子是什么东西？潘多拉的盒子就是虚张声势的意思啊，没什么东西啊。在中美对抗当中，老实讲，中国没什么牌，就是啊，我这盒子里有东西，你小心哦，你不要打开它哦，打开它你后果很严重哦，你打开试试，其实面人是空的，就是这样啊。阮光能，谢谢啊。好，观点。什么鬼啊？不是要打架吗？酒瓶子都抄起来，怎么突然又坐下来谈判了？什么编剧都敢这么写啊？所以说包租团队要就摸透了川普，中南坑今天要开香槟了啊。我们其实这件事情我的看法是这样，我其实最疑惑的不是其他的地方。其实我最疑惑的是什么？我最疑惑的是北京在香港做所有的动作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犹豫，连嗝都没打一个，直接啪啪啪啪啪啪按部就班的全部完成，非常笃定，就是川普总统啥都不会干，不会干涉他。他从这个港版国安法开始酝酿，先是酝酿两会酝酿完了以后，两会通过，然后变成法律啊，人大常委会变成法律，然后再放到香港去，然后再组织这个国安，就国安的相应的机构，国安公署派人去啊，然后这个组织警察开始抓人。开始用国安法开始去拉养封田啊，所有的这一切动作一气呵成，完全不打嗝，而且他非常的清楚，美国不会来插手，完全没有影响。美国在这1个多月的过程当中，没有给中国在香港的行动带来一丝一毛钱的影响，没有一丝，就算是国务卿蓬佩奥。怎么高分贝的拉响都没有做任何的行动，所以其实我奇怪的，其实我并不是说川普总统一拉开架势就要开弓射箭啊，开始扔手榴弹啊，让机关枪扫射，没有，我没有这么想啊，
没这么想过，因为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它有很多的酝酿的过程的，一个政策出来是需要时间的啊。这个我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你想一下，在香港要发生这件事情，这不叫灰犀牛吧？这就早就已经亮出来了。就是港版国安法这件事情，在它开始出来之前，已经提前1个月已经亮出来了，清清楚楚的。现在都已经8月份了，美国的对香港的制裁出来了没有？没有，而且他都绕着，他就算是制裁，他要做一个样子，都不拿香港的做，拿新疆的官员来做，他是绕着香港走的。而且他绕着香港走的过程当中，北京方面是知道他会绕着香港走的，所以他北京做所有的动作的过程当中，充满了自信，充满了笃定。所以他在香港推行的一系列的政策，你看那个林郑的那个表情，你就知道林郑那个表情是什么，叫啾，就是啾那一声，就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通过这些现象，我们能够判断什么？蓬佩奥跟这个叫什么啊，在夏威夷见面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大家提醒我一下，有人记得吗？在夏威夷见面，他们肯定杨洁篪，他们肯定有默契，他们肯定是有默契的，否则的话，这件事情不会这么完美的发生。就是川普总统为了保证中美贸易协议的顺利进行，他在香港议题上肯定做了某种承诺、某种暗示，他会绕着走。所以中国在香港议题上一气呵成完成到现在，美国果然就没有做。但是美国有没有得到好处呢？你可以看到路透社的消息，完成5%而已啊，所以川普总统叫什么？叫鸡飞蛋打。观点感觉中共在决定实施香港国安法之前就已经知道美国不会对之进行大规模有杀伤力的制裁，所以肆无忌惮，是这样的，我也是这么感觉啊。观点搞不懂，都死了快16万美国人了，川普还是满脑子的豆浆。观点，政治就是妥协的艺术，你想做不代表你就能做，什么意思？没听懂。政治是妥协的艺术，我一点都不觉得，政治就是政治，政治不是艺术，政治是什么？政治有2样东西很重要，做政治的人有2件事情，2样东西非常重要。第一，你必须要有道德。如果一个政客或者一个政治家，你要是没有道德，你是绝对你会遗臭万年。所以做政治的人，就是政客也好，政治家也好，首先你必须是一个有道德的人，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一个政客或者一个总统或者是一个议员，你是代表人民去帮助国家解决问题的。所以呢，你要知道身在一个政局当中有各种利益，有各种需要协调各种利益，但是有一样东西是绝对不能够放弃的，就是第一，你要有道德，我刚才讲的道德很重要。第二，你要有一个最高原则，就是国家利益，这2样东西，然后你后面是你的选民，你才能够把这个工作做好。没有这2个前提，什么妥协的艺术都是什么？都是给自己找借口。就是一方面你要有道德，一方面你要以国家利益为重，就是你要代表这个国家去做符合人民意志的事情，就这2条，别的不重要啊。你就一往无前的往前走，人民一定会支持你，一定是这样。
你可以去看一下，看一下里根总统的一些演讲。我觉得里根总统有些演讲讲的非常的了不起，他在解释政治啊这些问题，我觉得很棒啊。观点：川普终究难逃商人习性，而且所谓的小商人他受不了赔钱的买卖，只会短视逐利，也难怪之前破产那么多次了。我觉得川普，大家一直讲川普是商人习性，其实川普的性格一点都不伤人，一点都不伤人啊。虽然他经常讲他为了某些实际利益啊，会放弃一些战略，不是的，那不跟商人没有关系。商人是最需要战略的。大家以为商人只逐利而已，不对啊，你们误解商人了。逐利的那只是什么？那是小摊小贩。真正的商人，真正的做企业的人，必须有战略眼光。没有战略眼光是做不出来谷歌，做不出来亚马逊的。你看看亚马逊多少生意是在赔钱的，你看一下谷歌，谷歌多少业务是赔钱的，不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贬低商人，商人是一定要有战略眼光才能做商人的啊。所以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川普总统绝对不是个商人性格。川普总统是什么性格？川普总统是富二代性格，我一直在讲，而且是富二代，很有钱的富二代的性格，就是那种不需要讲逻辑。他从小的成长环境当是不需要讲逻辑，我只需要提出我要什么就行。他只提出我要什么，然后他在他的生存目标，并不是说我要得到什么，不是的，因为他有了，他早就有了，他一出生他就有了。就是我们经常需要奔10年20年才能得到的东西，他一出生他就已经有了。所以他不是说我要得到什么，大家很多人误解川普说我要得到某些利益，我要在这件事情上，比如说我举TikTok 这件事情，说政府我们要在上面拿一笔钱来，他并不是说他在乎那些钱，他不是在乎那些钱，他在乎要得到。他为什么要得到？为什么要得到？他要被肯定。广东话叫什么？有罗歪，就是富二代的人才是这种性格，就是我要威风，我要这个无所谓，这个他根本无所谓，因为他已经有了。他要的是什么？他就是要罗歪，就是要威风，要那种大家觉得他很牛，你真厉害，他需要大家说这个话，他是这种性格。我在这事情搞一下，他就你这个干得好，这个厉害，你真牛逼啊！他需要这种啊。所以川普不是商人性格，他也不是，他破产，那并不证明他不成功啊。破产不能够证明什么啊，他只是一个策略的选择。川普总统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富二代的性格啊，真的啊，我认为是这样啊。观点：别搞贸易了，没有贸易，中国也会买很多粮食的。中国洪水之后就是大饥荒，中国必须买，再贵也要买。这个我们讲了10000遍，白宫就是没听见啊。观点：我认为川普既想打压中共，又不是消灭，又想美国获利，还怕美股及经济受影响，又担心连任。我同意王老师说的，桌底下的事情正在发生。提问：同意王老师的观点，川普还是很看重贸易协议，想进一步探讨川普这种重视是否可以追溯到基于大选获胜的考虑。换言之，川普短期为了获胜而重视贸易协议，若大选获胜之后未必。你觉得川普总统现在的选情他能获胜吗？你看一下川普总统在几个主要议题当中，他都不具有优势啊。第一个疫情，他不具有优势啊。在疫情当中，他现在还是在
苦于在解释啊，所以死了15万人，美国死了15万人疫情啊，他有没有责任？他当然有责任，但是其实他的责任不是主要责任。老实讲，我不理解川普总统为什么天天开记者会解释啊，这个那个这个那个，我没有我解释什么？没什么好解释的。川普总统在疫情只是在疫情的初期有点轻敌，但是总的来说，川普总统整个白宫的在疫情过程当中有没有犯重大的错误，并没有犯重大的错误。川普总统犯了一些小错误，这些小错误无伤大雅，就是弱智的错误。所以其实在疫情这个议题当中，他其实没有太大的责任。原因是什么？因为在疫情的防控主要是地方政府的责任，权责都在地方政府，都在州政府。联邦政府是支援地方政府，你要什么给你什么，我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那纽约去派2艘这个军舰去纽约跟旧金山，该做的他也做了。其实，在疫情事情上，川普没有太大的责任，但是川普一直把这事往身上背，使劲往身上背，我不理解，我不知道川普那些幕僚都在干什么，天天往身上背，还去攻击他的这些专业的医疗人员，我觉得这个不明智啊。所以，但是啊，本来我认为在疫情这件事情上，川普天天说自己好，但是别人不说他好没有用，所以这个问题他做的不聪明。疫情上他没有优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经济就不用讲，当然也没有优势。那么还有什么议题？你说还有什么议题？除了中国议题外，没有别的议题。可是在中国议题上，他被中美贸易协议捏住，啥都没干，口号喊得震天响，然后他把在此之前，他把所有的盟友全得罪了。所以你一说中美之间的冲突，蓬佩奥虽然跑了一圈回来，但是也没有太大的成果。因为什么？你不能光派蓬佩奥去啊，你自己是总统啊，总统要出来啊，他不出来，他从来不出来，他从来不在这些议题上去找其他国家讨论问题，没有。那你这力度差很多的，大家都怀疑你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你别把我给忽悠出去，结果你没出来，我是独自去面对中国，怎么可能呢？所以在这些议题上面，川普总统的，你可以看，你说他是准备连任，你觉得川普总统连任的可能性很大吗？我表示怀疑啊，因为在这些议题当中，我们不讨论民调我们放开，我们只讨论现在的主要跟选举有关的议题。川普总统在这几个议题上都不占优势，那你怎么赢？你说你怎么赢？你说呢？观点看完 Belton 的书，看看川普最近半年的表现，我坚信书里的内容是真实的。就像书里说的，川普的国家策略就像无数点组成的小岛，一个美国对一个中国的公司这么做，强制卖掉公司政府还要提成，这样做跟共产党有什么区别？Belton 的书啊，我觉得 Belton 的书里面讲的内容，跟川普总统描述的川普总统的行为，大家可以去把我们过去半年的节目重温一下，你就知道，跟我讲的也差不多嘛，是吧？啊，你看的节目是不是跟我们讲的差不多啊？Belton 的书基本上全面性的证实了我们过去半年对于川普总统的判断啊，基本上是这样，我认为是啊。观点，前几天博尔顿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就说了，川普一旦连任就会全面恢复对华关系，继续谈判贸易协议，
目前对华强硬完全是为了连任在演戏，一旦连任，马上放下对华一切强硬措施，香港、新疆、西藏、台湾以后都不会管。我相信是这样，我认为就是这样。现在只是演戏，就是放空枪，你们放空枪，打的都是空包弹，没有真正的措施啊。观点：川普这次决定性注定会落选，只不过拜登未必比他好。我觉得现在的川普有点撒谎成性，就像王先生之前所说的，为什么民主党不在这一点攻击川普？我猜想，可能民主党也不想彻底破坏和中国的关系，里面我们有不知道的利益。至于媒体是否被中共收买，我不敢想，真的很悲哀。世界沦落至此，所有民主国家也学会了为利益装聋作哑，现在只能希望于民众来施压这些政客。拜登这块哈，有网友在推特上问我你怎么看拜登啊？我当时就这么答，我说我真的不了解拜登啊，因为我看拜登的政策看得非常的少，因为拜登很少出来讲他的政策。那么，然后就有另外一个网友说你回避谈拜登，我真的不是回避拜登，回避拜登，因为拜登真的很少出来讲他的政策。我不评论他个人的性格什么的，我主要还是看他的政策。那么现在拜登其实很少出来，拜登的策略是什么？就是啥都不干，因为他民调领先，我啥都不干，我就用这个策略，少出错，让川普总统出错，因为他现在在领先。我理解这个政策啊，理解这个策略。对于拜登，我基本上是开放，我不觉得应该对拜登有偏见啊，不要上来就说因为他儿子跟中国做生意啊，这个我们可以把那个东西放下。我们最核心的是什么？最核心的还是要看他的政策。那么从目前我看到的拜登关于中国的政策来看，他也没找着北，拜登也没找着北，拜登根本没有想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政策。他什么啊，我们要找这个盟友啊，我们要这个那个，他讲的那些话，其实说明什么？说明拜登根本没有成熟的对华政策，所以我就没办法评论他啊，是这样的现象，这是事实啊，这是事实。提问，能讲一下8964之后美国的制裁吗？我看宝洁公司进入中国就是在89年，感觉很多公司之后进入中国市场，为什么觉得当年制裁除了武器禁运什么都也没什么呢？另外，川普是不是代表着美国孤立主义的回归？先回答后面啊，川普是不是代表着美国孤立主义的回归？川普不代表任何主义，川普没有主义，川普没有主义，川普的脑子里就有无数个没有关联的想法而已，他没有主义。主义你得有个系统，什么叫上面要理论，后面要论证，还有方法论或者是策略，你一定是一整套的理论，这件事情在川普脑子里是不存在的。所以你说川普是不是孤立主义？不是的，川普脑子里就是很多孤立的事情。今天想要这个，明天想要那个。今天想的这件事，我做的这件事情会有人称赞，会有人佩服我，我就做这件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子啊。8964的制裁，美国就制裁中国，也就是武器禁运啊，就是不做生意、不来往啊，等等啊。当时不仅仅是美国，其实整个西方国家在制裁，没有特别的啊，没有特别，主要是其实当年的制裁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政治上的孤立啊，其实是政治上的孤立。那么钱其琛其实当时主要是钱其琛啊，钱其琛外长钱其琛
做这个工作，最后打破了这个孤立，然后就有个新的理论，这个新的理论就是美国的这些智库们说你不能，你必须保持跟他接触，你只有保持跟他接触，你才能改变他，你孤立他没有用，你没办法孤立他，没办法，就是制裁没办法改变对方，你只能用接触的方法，你才能改变他。然后一听不错啊，这个想法挺好，那就接触呗。就接触了，所以其实是熊猫派，就是美国的这帮熊猫派啊，先搞定熊猫派，然后熊猫派去搞定政府啊，大概是这样。观点：中共不敢对瑞士反映强烈谴责，是因为怕国内觉醒，因为瑞士都反对，让韭菜反思。观点：老子早，其实大陆就是看准世界各国都是口水战多。短期的制裁又没什么大伤害，在中国庞大的市场利益上，迟早又回来继续贸易。这样既得回香港全面管制，又迟早夺台湾，就像6·4。那你这很美呀，你这想的很美啊，其实也不是啊，我只是批评川普总统而已。制裁怎么会没有大伤害？没有制裁而已啊，制裁你试试看。我们讲的从科技到教育到经济到军事到我们刚才讲我们之前讲的这个 APP 到禁止共产党员入境美国，每一样政策都让中共发抖的。谁说制裁不厉害？只是川普一样都没做而已。你不做试试，所以不是都是口水战，我说的只是川普总统口水战。其他国家为什么不行动？没有那么大的实力呀，美国才是世界的 No.1 呐，对吗？所以美国应该行动啊，他是灯塔之国啊，美国有他的责任啊。川普总统啥都不干，所以我才会批评他。我没有批评英国，我也没有批评德国，也没有批评欧盟。为什么？实力没有美国强啊，美国有这样的责任呢，对吗？所以不是你说的这样啊。观点：川普毕竟是美国人的总统，哎，这个话你又来讲这样的话，我没说他是中国人的总统，我也没说他是英国人的总统，谁不知道他是美国人的总统？普世价值还是让位于所谓的永远的利益，你还是没有摆脱中共在你脑子里写下来的这个东西。不是的，美国总统第一件事情他要服从于什么？他首先要服从一个道德，美国的道德。如果一个总统他不首先服从于道德，你就会发现他会做被弹劾的，他就会被弹劾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所以美国总统首先要有道德，然后是什么？然后就是美国利益，美国利益不是所谓的利益，首先是美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是 TikTok 你得罪了我，我要搞你，不能这样啊。观点：竞选年，所以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竞选。川普和拜登都不会对中国有大动作，因为对选情正面效果不大，但是负面风险大，我不同意啊。川普总统从去年开始就进入选战状态啊。那么他其实所有的动作，从去年开始，所有的动作都是为了连任。所以我们经常他会被其他人批评说他没办法搞清楚国家利益跟个人利益的关系啊，这是他被弹劾的原因啊。那么川普跟拜登不会对中国有大动作，拜登他又只是个大总统候选人，他肯定不能有什么大的动作，唯一大的动作就是川普，因为他现在是现任总统。对选情的正面效果不大，你这个看法不对。你要看一下我们前面的节目，美国的民意是什么？美国的民意就是对中国要强硬，这是民调非常清楚的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当然有正面的效应，谁说没正面的？非常有效应。为什么川普总统现在的民调落后，他的选情落后的原因是什么？他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情，我认为是现在川普总统民调落后的核心的原因，因为他在我刚才摆过啊，这几个主要议题他都不占优，他至少要选择一个占优的优势，优的领域就是中国议题，可是他不做，所以他在落后嘛，是不是？观点 CCP 的主席就像私营企业的老板，说到底都是自己的家产，所以看得远有恒心。美国的总统是外企的 CEO， 只追求短期的业绩，不会考虑企业的长远利益。那你意思就是我们应该把美国的总统变成 CCP 的主席咯？这个不 make sense 啊！我不觉得习近平有长远的眼光，他做的事情也没有比川普总统高明多少嘛，对吧？你说呢？提问：对于今天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的爆炸新闻，请问王先生有什么看法？川普说可能是袭击造成的爆炸，他们说是因为有这个2000多吨的这个叫什么？哎呀，我这到嘴边上又忘了，造成的爆炸是不是袭击不知道，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川普总统跑出来讲是袭击造成的，也许他说的是真的，因为他毕竟是美国总统嘛，对吧？有那么多情报部门 maybe 啊。情况澳洲的媒体，特别是悉尼晨风报等，有的讲的和老师说的很像，也是在质疑 Trump， 不过是站在澳洲的角度，说怕把澳洲卖了的意思。比如之前澳洲提出查病毒来源，结果美国后面就没有跟进，把澳洲坑了一把。还有这次美国要求澳洲军队单独进入南海的12海里以内，之前美国自己插着边过去一次，就被澳洲果断拒绝了。感觉澳洲媒体和澳洲有点防着 Trump 或者不完全信任的感觉，是这样的呀。你老忽悠我去干，然后你在后面躲着，而且我不知道你的意图是什么，你喊了半天你啥都没干，那我怎么能相信你？所以这个我觉得澳洲这个开始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现在的情况就是蓬佩奥出去跑了一圈，去欧洲跑了一圈回来，鼓励这个鼓励那个，这个跟这个讲不能用华为，跟那个讲你要这样也要那样，可是你自己也没有做什么动作，所以其实其他国家要看一下，看你是不是真打起来，真打起来我跟你站你一边，你还没打呢，我凭什么站你一边？所以现在川普政府其实我觉得他现在有点混乱，我认为白宫里面现在是一片混乱，为什么？因为川普总统的选情落后，所以我认为现在川普政府里面的政策是混乱的，没有一个清晰的方向啊。观点：特朗普是个外粗内细的人，一时的国内资本势力纠结不清，他不能马上鲁莽的采取措施啊，谁能鲁莽的采取措施？谁都不能鲁莽的采取措施，你说呢？他的民调最近有所上升，他应该清楚是对 China 强硬的后果，不会再犯低级错误。没有上升，我没看到他的民调上升，谁都不能鲁莽的采取措施啊！所有的总统都不能鲁莽的采取措施。观点：川普对华政策的失败，还包括动不动拿学生工签的人祭天。我经常说这个，川普这个很要不得啊，拿学生签证来干什么？中共高官那么多，一个都不动，你拿那些去做事吗？拿着学生来干什么？那些这都是工薪阶层，辛辛苦苦凑点钱来读书，你还去一会儿签这个签证那个签证，我很讨厌，老蒋非常讨厌啊！那些高官子女登陆都是绿卡了，更不要说那些已经
规划入籍的家属，很多高官还有多套身份证、护照，靠签证根本伤不到他们。相反的，本来很多留学生工签精致利己的，经历了反反复复的蹂躏，马上变成了粉红。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马上投入中共的怀抱，太失策了。我倒不这么觉得，我最重要的觉得就是你伤害一个都多了，对吗？哪有，也不是所有的留学生都是有特殊使命的，所以你就让 FBI 去做事嘛，何必去拿留学生来开刀呢？我最反感这个行为，我最反感这个行为。你手上那么多的武器，那么多的目标，静止的目标、移动的目标、大的目标、小的目标一大堆，好吗？你不动就专拿去留学生来做这个事情，我很鄙视这种政策啊。情况最近把外面看到的一些美国针对 CCP 的言论发给国内的亲朋看，但上到地方官员，下到对摄政毫无关心的闺蜜，都是一样的看法。川普就是嘴巴讲的厉害，其实没有实际行动，他只是想美国多买大豆。另外，关于香港，其实 CCP 早就在去年港人自发游行的时候，派国安人员自由进出香港，利用内地最先进的人脸识别去收集信息了。提问：对贸易协议的执着可以解释为什么川普对中共迟迟不下手，但如何解释美国的媒体和川普的对手没有对他进行对华政策的攻击？这个我主要是对媒体不理解啊。就说美国的媒体理论上来说还是水平很高的啊，水平相当高的，为什么没有人在说这个问题？我不理解啊。至于说他的对手啊，主要是拜登，为什么不攻击他？拜登也没什么好攻击的，他自己也没想明白，他根本没有成熟的对华政策，他攻击他啥？他也没啥可攻击的。观点：川普允许微软收购 TT 是不明智的。假如收购成功 ，TT 的原班人马不可能全部撤换，原有的审核机制和偷窃信息的人员不可能一时之间就消失了。美国人再后来就越发变得难以做出取舍，后患无穷。观点：川普不是第一次犯这种错误了。孟晚舟刚被捕的时候，他说为了中美贸易协议，他可以考虑介入此案。这话不只给中共把柄，还伤害了很多加拿大人的感受，就是这样。观点：联军在中国海面航母军舰云集，并且屯兵几十万，这是为了第一阶段协议的几百亿美元交易吗？这大炮打苍蝇的大炮也太大了吧！川普总统真有那么笨？另外，有关微软收购 TikTok 的交易最后不可能达成，结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吧。OK， 观点：如果川普真的出卖了香港，那就算是川粉，我也不会投票给他。但是我现在是有疑问的，我觉得不会是这样。美国如果现在完全强硬起来，美国的损失太重。美国现在的行动很明显是做最后准备和过渡的，不要指望这个时间川普把所有的话都说满，我们拭目以待吧。川普绝对不敢放着15万的人的死亡不管。我问你，就算川普把所有的弓全拉满，把箭放出去，美国损失有多大？你说一下。你说美国损失有多大？很多人讲啊，川普要对中国采取措施，美国损失很大。美国损失什么？你说美国损失什么？中美贸易战打得中国经济一塌糊涂，美国有什么损失？你说一下。什么叫实力悬殊？实力悬殊就是我把你打了，我根本没事，你就一身的伤而已，这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你没有把形势搞明白。好，明谢手拎打狗棒，谢谢 April 张，谢谢 Christy 周，谢谢送小熊猫四川冷箭竹子，谢谢精神细腻萨格尔王，谢谢王老师这么费劲的示范了宽一地的错误多发。 OK， 好吗？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再见。